各位好，我是兴趣散的摄影师Enzo。那在目前这个影音非常盛行的年代，除了之前 YouTube 非常盛行以外，现在也很盛行了。但现在短影音的盛行程度呢是非常非常之高的哦。那一部好的影片呢，除了里面的人物有趣、剧情好看以外，其实画面呢多多少少都有蛮大的加分作用哦。最近我体验了 Canon 最新所推出的 R50V， 那这台相机呢是专门为了轻松拍片而做设计的，所以我不会说它是一个超级专业的机种。它是一台很多新手绝对都可以好好使用的机种哦。那如果你刚好要踏入自媒体界，又或是你刚好要开始玩相机的话，那今天这部影片呢非常适合你哦。那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The sun dips low, the shadows play, a gentle rhythm guides the day. The world slows down, the moments freeze, we're drifting on, just chasing the breeze. A mellow hum, our heartbeats flow, the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low. Each step we take, a quiet tease, we're floating light.Just chasing the breeze. Let it roll, let it glide. Feel the rhythm by your side. No need to rush, no need to please. Just take it slow. Chasing the breeze. 这家店叫什么？纺织什么纺织厂，推荐大家来。我原本以为很完美，就是很观光，结果这里超多韩国人，超赞。重点是它面包也很好吃，吃泡芙很好吃。它这个巧克力蛋糕，就算是巧克力有点生乳卷的感觉。我觉得它真的不太会甜，然后它的那个蛋糕的部分上面有蛮多就是巧克力碎片的，所以真的还蛮好吃的。这个比我想象好吃很多，然后它也没有很腻的感觉。这个我很推，这个巧克力蛋糕我很推。月尾岛的夜景，可以看到对面的城市。晚上都很多人在这里放烟火。这个是故事蓝的色调，故事蓝。那看完以上实拍，你觉得画面不错的话呢，欢迎帮我影片点个喜欢，这对我来说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哦。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里面也会分享蛮多摄影短片哦。那我们首先来聊一下这台相机的机身外观哦。这台相机呢叫做 Canon 的 R50V。那说实话 ，Canon 有一台相机就叫 R50， 没错，这台相机就是把 R50 变成一个 video 的版本，所以变成了 R50V。你也可以说它叫 Vlog 之类的，反正就是多了一个 V 啦。那这台相机呢，对录影方面呢有很多很好的改动，像是录影键呢直接有2颗，一个是在原本快门钮的位置，另一个的话呢是在前面。
没错，它的机身前面呢多了一颗录影按钮。机身前面多这个录影按钮呢，除了自拍的时候呢比较好按以外，还有直幅构图的时候呢非常的方便。因为我前面说过，现在就是一个短影音非常盛行的年代，所以直幅相当重要。那握把方面的话呢，其实这台相机的握把有一点短，但是因为呢它采用橡胶材质，所以指滑程度是非常够。握起来的话呢，不会觉得有滑滑的感觉，又或是松松的感觉哦。这台相机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说它的握把这里有1/4螺孔。1/4螺孔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上脚架上成直幅。现场示范给各位看。假如你拍一拍，你想要拍直幅的话，很简单，你就这样子转。有看到，它现在呢马上就变成一台直幅相机喽。你可以把萤幕直接往上翻。这样子呢就可以去做自拍的动作。你用这台相机拍起来的画面呢，绝对比手机还要更为的优异。所以我觉得它这个1/4螺孔的设计呢，相当聪明。你不用再额外装任何兔笼之类的产品，就可以做到这个直接变成直幅构图。那机身背面的话呢，有个特别就是它有个 color 的按键，你可以在拍摄的时候呢，快速按这个按键去调整你所想要的颜色哦。然后它 Type C 呢很棒，它 Type C 呢除了可以供电以外，它还可以做到就是 USB Type C 的串流。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直播的话呢，这台相机也可以纳入你的选项，而且它最高呢可以到4K 30p 的串流哦。而且在串流方面的话呢，它上面直接多了一个按键叫做 Live， 所以你只要点一下这个 Live， 它就会进入这个串流的模式。所以它的机身设计呢算是非常的简单，你想要什么功能，它其实都已经直接写在上面了。所以这台相机呢并不是一个给非常专业的人去做使用，如果你是新手的话，这台相机其实是设计的非常的精良的，就是每个按键呢，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按键是做什么用的哦。然后我想提一下，就是说它这个旁边这个橡胶啊，它这2片是有那个卡榫点的，就是它可以卡住。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有听到吗？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呢相当的棒，就是不会像有一些相机打开之后那一根在旁边这样子非常的讨厌。那我们接下来着重一下它的画质部分。R50跟 R50V 呢，虽然是一模一样的感光，但是 R50V 呢，在录影方面可以说是升级幅度非常的大。首先第一个重点就是说它的 4K 30p 呢是 6K 超采样，这一点呢跟 R50是一样的。但是 R50V 呢有了 4K 60p，虽然说它的 4K 60p 呢有一个 crop， 就是它有一个裁切幅度在里面。但是有总比没有还要好。以这个价位来说的话，有 4K 60p 的表现呢，其实已经算还可以接受，因为这台相机的价格其实是相当便宜的哦。除了有 4K 60p 以外呢，还有个重点就是说它的录影提升到了10:422，而且这次呢 Canon 还要把它的 C-Log3 也加进去了。在一个我觉得算是入门的机身里面加了 C-Log3，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而且是10bit 满血的 C-Log3哦，让我们在拍影片的时候呢，高光压得下来，暗部也拉了起来，然后我们可以在后置的时候呢，调整出任何我们喜欢的色彩哦。除此之外，还有个电影模式哦，它可以把画面呢直接裁切成2.35:1，直接变成电影感。然后这个时候帧率呢会变成23.976p，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电影味的感觉。除了刚刚介绍的专业色彩以外，这台相机呢也是非常的新手取向。怎么说呢？它内建了14种好看的滤镜，而且这几个好看滤镜呢，有几个是非常的有电影味。像说我自己呢就很喜欢这个淡蓝绿的色彩，然后在这个清新琥珀，我觉得拍起来呢也蛮有质感的色调，就是有点像现在很多网美的那种有点小欧美感的色调。相当喜欢。除了这14种滤镜以外，你还可以发挥 Canon 引以为傲的，就是它的人像发射。所以我比较常情况下呢，是使用它的人像模式去做拍摄，就是在色彩那边使用人像，然后稍微降低一点对比度的话，我觉得整体的画面品质呢是相当好，而且人脸的肤色可以说是相当的好看哦。它除了专业的录影模式跟格式推得很高以外，它其实有几个模式呢是非常新手取向的，就是你不用懂任何参数，你也可以去做使用。然后尤其是女性用户网美的话呢，绝对非常的适合哦。第一个的话呢是它的美肌短片，也就是说它拍摄的时候呢就会有美肌的效果，然后你可以自己去做调节，可以有0到5档去做调节。那我个人这里的话呢，会比较建议就是不要开到太大，就是你可以后期再美肌。不过如果你想要快速美肌的话呢，当然你可以开个3、开个2的表现，我觉得就很好。开到5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有一点太多了这样。第二个非常方便的模式呢，就是它的产品示范镜摄。这什么意思呢？尤其是拍美妆相当方便，任何东西只要靠近镜头，它都会对焦最前面的那个东西，移开呢就会对你，靠近呢就会对你手上拿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是美妆 YouTuber 之类的话，这台相机呢非常的适合你哦。那以上这几个模式呢都非常的棒。那你可能会问说，那跟其他 Vlog 相机比较起来呢，差别在哪里？因为有些相机呢可能更小，又或者有些相机呢有它的3轴稳定之类的。
但这台相机的大优点就是说它是可换镜头，可以换镜头的重点呢，就是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使用不同镜头。像我这一次最常使用的就是它最新所推出的1430的一颗电动变焦镜头，这个镜头呢非常的方便，而它的焦段呢换成全幅的话呢，大概是22起跳。但这台相机我说过嘛，如果你拍 4K 60P 的话呢，它需要裁切。所以如果你真的是 4K 使用者的话，你要特写的时候呢，你可以开启它的 4K 60P 裁切，而这样子整体来说呢，这颗镜头焦段呢就会是22到72 mm， 所以我觉得它的焦段范围呢算是蛮广的，在这个范围内呢都是真正的 4K 体验哦。那如果你是夜间情况的话呢，你可以考虑 Canon 他们自家有推出一些大光圈镜头，像35.8或51.8。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就是如果你有其他 Canon 相机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接给它去做使用。那我这次特别借了一颗镜头，就是这一颗7.8mm f4 的算是 3D 用的镜头吧，然后专门给 APS-C 去做使用的。那时候呢，我在 CP Plus 的展场呢有看到这颗镜头实拍，配上裸视 3D 萤幕，相当的 3D，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很有趣。Canon 呢在 3D 这一块呢算是经营的很认真，那其他厂商以目前来讲呢都没有类似的产品，所以我觉得 3D 镜头超酷。虽然我知道我现在没办法秀给你们看 3D 的影像，但我有拍起来，未来有一天呢，说不定可以上传给你们看哦。那如果你已经开始想买这台相机的话，我这边推荐几个还不错的配件。第一个呢是 Canon 所推出这个算是可以自拍用的三脚架，而且它自拍用三脚架呢，它前面这个呢还可以拿起来的，有看到吗？它是有个遥控器的哦。你可以把相机架着，把遥控器抽起来，远远的也可以做自拍。然后这同时呢，也是一个三脚架，所以这个配件呢，我觉得相当推荐给你们。然后第二个非常棒的配件呢，是我手上这一个，这个的话呢，是可以直接上它的热靴，用它的热靴供电，所以这个麦克风呢，你不用额外接任何的线哦。然后这个麦克风非常非常棒，就是它可以有一个指向性的功能，它可以完全的像 shotgun 一样，完全指前面正前方而已，也可以做90度，也可以做120度。然后它都是接上机身之后呢，直接用上面的按键就可以去做调整了。那我们简单听一下这个麦克风的收音体验。那现在呢，使用的是它的 shotgun 模式，就是完全的单指向，然后这个时候是单声道，所以我在镜头的正前方，应该我的声音呢会非常明显。所以那单指向的优点就是可以帮别人拍的时候呢，可以收音收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我们现在是使用 Canon 的麦克风，然后现在设定的是往前的 stereo 的90度，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目前的声音，然后还有外面有一些风声，还有一些喘的声音啦，所以就是听一下这个麦克风的指向性表现怎么样。那现在呢，一样是 Canon 麦克风，然后我们现在把它的角度扩到120度，所以会比刚刚更广一点，所以应该前面整个范围呢都会录到。然后现在也是风一直在吹，但其实现在这边没有很吵了，所以大家主要是听一下，就是我在相机面前的声音的收起来的效果，跟刚刚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然后风其实变大了。那现在呢是使用 R50V 的这个机身麦克风，所以现在没有装这支，大家可以听一下，跟刚刚那3个声音比较起来，差别有多大？这支麦克风非常的强，而且这支麦克风呢是电子接点，所以你直接接上相机就可以用，不用额外接电，也不用额外接线哦。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收音的效果跟刚刚比起来，差别大概在哪里？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台 Canon R50V 呢，算是他们对这个 Vlog 市场呢端出来的一个全新产品。也算是全新的产品线啦 ，R50V 还有 V1。那他们现在才推出这台相机，虽然我觉得稍微有一点慢了那么一点，但至少他们真的有把它给做出来，而且像是在直幅的部分呢，我觉得做的呢相当的优异，有完全考量这个市场而去做设计哦。然后这台相机的优点呢，大概有几个，第一个是它的机身呢真的非常的轻，然后再呢就是说它的这个4K 30p 的画质呢表现相当好，它是6K 超采样下来。真的有一点超出我的想象。再呢，就是说这台相机呢，对新手来说非常的友善，因为蛮多模式呢，它都已经完全写好给你，而且也不是乱写哦。像它有一个稳定的模式，按下那个稳定模式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说它的快门速度是确实有加快的。如果你也有拍影片的话，就知道说，其实如果你电子防震开比较大的时候呢，快门速度就要比较快。所以 Canon 呢也有把这一点给考虑进去哦。所以这些模式呢，虽然看起来是傻瓜模式啊，但它其实不是真的那么的傻瓜。它的参数呢，确实有特别调教过。那缺点的话呢，以我个人来说啦，就是蛮可惜的，它的 4K 60P 竟然要裁切，因为它已经是 APS-C 了，你再裁下去，它的那个已经真的有一点小了。所以 4K 60P 的时候的画质体验呢，相对 30P 来说呢，就会有一点差别，因为毕竟就没有6K 超采样的那样子的画质体验。另外还有一个小缺点呢，就是我自己使用的时候呢，我有时候会切换 4K 30P 跟 4K 60P，就是为了它的镜头广度嘛。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一件事，就是我觉得它的 UI 界面呢，让我有点难去做切换，就是你一定要进到它的选单，先把 4K 调到 4K Crop，
然后再到右边那一格把29.97调到59.94。你不可以直接在第二格调成59.94，它会说目前不相容，你一定得去另一格再把它调到 4K crop。所以我就觉得调整这个参数的时候呢，有一点麻烦，你一定需要2到3个步骤才可以正式把它给调整完成哦。最后我再补充一个就是用广角镜头的时候，防手震的作动呢，可能会导致边缘有一点奇怪的变形。那我这边今天呢，可以开它的电子防手震1级，这样子呢会比较抑制一点旁边那种边角变形哦。好啦，以上呢就是关于 Canon R50V 的使用心得，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这台相机整体来说真的很适合新手，真的很适合刚要踏入自媒体的人们哦。那如果说这台相机好任务的话呢，欢迎留言询问我，我会一一回答各位。我是兴趣谈摄影先走，谢谢各位，拜拜。